你看，好，你好，你好，唐先生，你好。你好，你好。嗯，然后我们今天这个采访的话，会包含一个书面指南的介绍，还有几个具体问题的一个沟通啊。然后我投一下这个屏，能看到吗可以。？OK，呃，首先先介绍一下这个书面指南的一个情况哈，就可以看到前面会是一些采访的一些具体情况，包括受访者的一个情况，然后时间，然后这是我之前填的，后面会改一下。然后后面的话主要是包括是您背景前面一些沟通，然后以及一些具体的关于我们这一次采访的主题的一些具体问题，然后最后是一个总结，然后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然后没问题的话，我先介绍一下这个背景啊，好的。这个内容我就不拉出来了。啊，然后先解释一下这次来访的一个目的哈，就是因为咱俩也认识，所以这个名字就不说了。然后目前的话，是因为在学这个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这个线上交互的课程。那作为课程当中的作业呢，我们的这一次作业主题是以就是调研这种用户的出行体验为一个目标，然后选择您来做一个调研对象进行采访。那原因主要是因为您在北京的生活也时间也比较长啊，然后对城市的一个交通情况也比较了解，然后可能也会有一些未被解决的需求啊，或者一些日常会有一些想法或一些洞察。那希望可以通过这一次的调研呢，可以共同去探索一些作为生活在北京的这种通勤者啊或者市民来说，可以去更好解决他们一些日常的难题啊，缓解这种出行的焦虑的一些方案。然后这一次采访的话，会问几个关于日常通勤的体验的问题。那在问题的交流当中，希望你能够随时将感受或者思考去分享出来，然后也可以对自己的想法进行连续的评论啊，或者说延续。然后您可以谈论你喜欢或者不喜欢的事情，也随意可以说出你想到的任何事情。然后我们也会录制一段关于你的这个现在是录视频啊，也不会在就是录的视频过程当中使用你的本名，然后这个录制的视频也只会给到老师内部去使用，也不会在其他地方去分享啊。这是一个采访的一个基本情况啊，您有什么问题吗？刚才提到说这个录制的时候，它这个背景介绍里面需要呃，需要对，需要这个写名字，但是就是可以就是是真代称名还是或者是 代称？英文名也可以。啊，OK。你的英文好。名是什么 You can call me Black。？OK，Black，你好，Black。好啊，那我们 OK，开始吧。然后行，那咱们就进入正式的一个采访的问题。首先就是也想，这个名字或者这个可以不说啊，就是您的基本情况，这个也可以不说，就是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就是，哎，不过也可以介绍一下，说您现在就是一个，嗯，就是您觉得有什么可以分享就可以说一下。你想嗯了解哪方面啊？那这个可以跳过，啊，主要这么快就是您跳过了，哇塞。或者好。您的年龄啊，然后您的职啊，业这些可以介好啊。绍一下吗？好，嗯我今年33岁。是嗯33岁，然后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主要做跟数据相关的一些咨询服务。呃，然后来北京也十几年的时间了，一直生活在北京。，OK，还需要什么吗？嗯，这样大致 OK，好的，谢谢。然后您通勤一般会用什么交通工具呢？日常？主要还是开车和打车吧。这两个会比较多一点。嗯嗯嗯，那就是除了通勤的话，日常其他的这种生活的出行呢，嗯，什么？就是就是有除了用过其他的。通勤之外，就是除了上班除了上下班是啊，就吗？是比如说您周末在家里除了上下嗯。班之外，也基本都是开车也和那个。是嗯
对，OK，打车。那您今天有开车上班吗？今天有啊，嗯，您车停在哪儿车停给公司附近？OK，啊。然后您的车是燃油车还是电动车啊？或如果说两者都有，您更喜欢开哪辆车出行？原因是什么？对，都有，就是有一辆电动车，一辆燃油车。更喜欢开啊，就日常上下班可能更喜欢开电动车，也是因为电动车它的那个使用成本比较低啊，然后本身这个电动车又比较灵巧好开，然后在城市这种道路里面穿梭，它的这个驾驶体验会更好一点。嗯，好的。嗯，主那您要每天是这个吧，然后嗯，远一点的话，我还没说完啊。嗯嗯嗯，然后远您继续。一点的话，然后在路况比较好的情况下，其实还是喜欢开燃油车会多一点。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一是就是电动车、燃油车它的那个就是优势是完全这个互补的嘛。比如说电动车它在拥堵的时候啊，其实它的这个成本会更低，然后在这个速度比较快的时候，它其实耗电量会更多嘛。然后同时它的那个这个速度上来以后，它的电机和风噪可能没有整体这个燃油车的这个体验会好啊，所以就是在这两辆车的使用上基本上是完全互补，然后可能跟季嗯，节也会有一些关系，像哦，这个季节，春夏秋这您说。边可能电动车的这个体验会更好一点。然后同时它的明白，这个耗电可能也并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在天气比较冷的情况下呢，可能燃油车它的这个 嗯，整体的成本呀，然后使用的体验会要更好一些。了解。行，好的。那您是基本每天都开嗯，也不一定吧，啊，有时候也一会打车周大概开上下班，几次？啊，嗯，一周大概一周可开几次？就平能有均下来，频率平均下来2、3次吧3次左右，啊。你是说一工作日吗？周是吧？还是整体的嗯，对，整体一周是吗？一整周吧一整周吧。一整周可能得有，4、5天左右吧。嗯，那就是其实就相当于就是工作日跟周末都会开车，对吧？对，嗯，您一般车的话停在哪里多啊？包括工作日或者说周末出行，一般会停在哪些地方？工作日就停公司附近嘛，啊，公司的这个楼下的嗯，停车场或者是周边的写字楼，然后在嗯，那个家里就会有固定的停车位啊，但是因为两个车只有嗯，一个固定的停车位，嗯，另一个就得去附近的一些可停车的地方去找啊，这个是不太固嗯，其定的。实相当于就是除了家里的固定停车位之外，您在公司就是日常通勤，还有其他的这个出行是找不到比较固定的一个位置的，是吧？对对，只嗯，是会有一些这个可能经常能够停的一些地方会去找啊，但是不能保证每次都有，所以都是临时去找的。嗯嗯，那你一般是怎么知道哪里有停车位呢？有相关的软件可以找吗？这个专门找停车位的软件可能还没有。然后像在公司这边停车，一个是公司自己内部的停车位，我们会有一个群，然后快到了会问一下群里的这个同事啊，还有没有停车位，或者是经常停的那个停车场会加这个管理员的一些微信啊，然后哦，问一下现在有没有停车位。要说嗯，单独的这个软件其实是并没有的，嗯嗯嗯，其实都是借助人的帮助多一点，没有什么工具可以帮到，是吧？对。嗯，OK，那你每个月用在交通上的费用大概有多少？交通上的费用，这可能得算一下哈。嗯呃，停车费的话，一个月可能有1000左右吧。嗯
打车的话可能也有一千左嗯右。然后算上车辆的一些，这个油费充电费其他的可能也有1000左右，大概吧，嗯大概可能嗯3、4千，您觉得这个价格是相对合理，还是您觉得是有一些贵的？比如说哪一嗯。块的费用你是觉得比较不合理的？嗯，这个相对来说，停车费用可能是就是因为每个地方都不太一样。比如说家里的固定停车位一个月才200块钱但是在外嗯面停的话，可能一天就要100多，所以嗯这个差距其实还是蛮大的。而且不同的嗯停车位，它的收费的模式和价格的这个梯度差异也会非常大，所以这块儿，嗯可能就是没有标准像其他的你说这个加油的一些费用或者是那个打车的一些费用，它都是标准的定价。明白。好的，然后以上是关于您日常出行的一些基本情况的一些沟通然后咱们嗯到停车体验这一块，然后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就是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您对现在北京的一个整体交通的体验度满意吗？嗯，不嗯不太满意。我觉得北京的交通，虽然人很多车也很多，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比如说道路规划这一块儿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就比如说有些城市虽然它的汽车保有量也很高，但我觉得它的这个至少在开车这个通勤的效率上会要更高一点。嗯嗯，比如说上海这些地方，它可以把高架更好的去运用起来。北京这一块儿，除了这个通过时间的，就是每天的这个高峰时段的一些限行和这个车牌号的一些限行这些人工的一些运营的手段以外，其实在基础的一些设施建设上，就是从用户的角度来说，现在感知还不是很明显，而且经常会有一些让人很匪夷所思的这些设计。嗯，可以举例说一下吗？比如说北京的环路很多嘛，然后那个就是我印象中每次环路从主路进辅路的时候，其实都会遇到一些这个堵塞的一些情况。就是它的这个环路的设计是先有辅路进主路入口，就是我先是入口，然后再是出口。那这就会遇到有很多从辅路进来车速比较慢的车，它先进主路，然后呢，那我们就得减速，然后等它进来以后速度起来，我们再一点点挪过去出。我在想为什么不能先出再进呢？就是把这个开嗯。口的这个设计调整一下，对吧？我出我的，他进他的。但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考虑但只是从用户的角度来说，这个感觉设计非常不合理。了解。那您可以讲一下最近一次印象比较深刻的出行体验吗？就您感觉就是最有记忆的。嗯，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呢？我一下想不起来。呃，好的跟不好的都可以。比较深刻的出行体验，能举个例子吗？嗯，比如说您可能上班，然后找停车位找了1个多小时之类的这种。这种，哎，有，这种还真有。对，就前一阵那个，因为一些疫情的那个抬头嘛，然后周边的这个写字楼，可能因为疫情的政策，它就没有像以前那样完全对外开放，所以那天来上班的时候啊，停车找停车位找了快1个小时。这个体验是非常非常糟糕的，所以其实我最近开车会相对来说会少一点，也嗯是因为上次的这个不好的体验的一些影响，因为它会影响到我的一些工作效率可能我后面有一些这个会议的安排，可能都会因为这个事情有所耽搁，所以现在经常也会这个打车上下班，因为车停到门口，我人下来就可以了。不用再去考虑车应该停嗯。在哪的问题。
那有没有比较好的出行的体验？比较好的出行体嗯，验。就觉得这一天可能就是开车出去啊，各方面或打车出去，各方面都特别的顺利，然后符合您就是今天出行的一个目标。嗯，主要可能在电动车那边会多一点，就是如果我这一天的我的一些相关的目的地啊，都能够有这个，比如说充电的一些设施啊，那其实还是挺好的。就比可以举个如说，例子吗？对，就比如说，嗯，这个反正有一个好的例子，也有个不好的例子啊，就是电动车，也是就是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有一次呢，是我的这个电动车这个电量快用完了，然后我知道我经常充电的那几个地方其实离我并不远嘛，所以我就用到的它的那个剩余电量不是很多的时候，然后去开往那个充电站。但是当我到的时候，发现它整个所有的充电桩全部都拆掉了，可能是因为一些电路改造，或者是他们企业经营的一些问题就取消了。然后呢，我又去另外一个店，然后那店呢，又因为那个充电的那个场所，又因为什么电压没有办法适配什么什么的一些原因，也导致没有对外开放。然后呢，我又去找第三个进去以后呢，发现那个用不了啊，就是充电的一些设施都是坏的。这个时候其实我的那个剩余的里程已经是个位数了啊，就是如果我最后再找的那个地方还是充不了电的话，我就只能叫拖车了。就所幸啊，最后那个是勉强能充上电，续了一命，但整个这个体验是非常不好的。因为我本来心里的预期是这个事情可能占用我1个小时，我连带吃个饭、充上电，然后我再去忙下午的一些事情啊。但是因为这一折腾啊，可能我这个像我很多的事情都这个节奏都会被打乱啊，所以可能整个耽误了有3个多小时吧，这是一个不好。那反嗯，向好的呢，就是这就有点凭运气。比如说有时候去商场或者去超市买东西啊，那个我这个剩余电量不多不少，可能有1/3吧，它到了可以嗯，充也可以不充的这个阶段。那如嗯，果我刚好去这个商场啊，或者是超市去买完东西，它这个大的停车场里面又有一些充电桩的话，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体验，就是在我现有的要干的这个事情之上啊，它帮我去叠加了一些我未来可能要投入时间去的嗯，来说，这是一种时间成本的这个节省啊，这个体验就会是非常好。所以在电动车这一块儿，如果我的一些这个生活的一些触点上啊，都能够保证我嗯，的一些充电体验的话，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出行的体验。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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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谢谢。嗯。那刚刚其实你有提到说，在提到你这些出行体验的时候，也会提到说关于你的出行的一些效率，或者说你自己出门要去办事的一些效率的问题。所以其实也可以，是不是也可以去要这个问题你自己回答吧，保持一定的开放性哈。就是你嗯。每天去选择出行交通工具的一个出发点是什么？就是在选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在出行过程当中，影响到你体验的一些方面，主要是哪一些呢？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效率吧，时间的一些效率，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舒适度，然后再往后可能是成本，就核心看这几个，因为可能我这个每天安排会比较多啊，所以对于这个效率方面可能会有一些要求啊。然后另外自己事儿也比较多啊，所以还是想要保证一定的舒适程度的啊，所以这些其实是我最看重的几个点。所以现在我看有问到选择交通工具的一些出发点是什么？哦，对，还有嗯一个可能也跟今天有没有约会或者应酬相关啊，因为有可能嗯会喝酒啊，那在这个时候就会选择不开车，主要是嗯嗯。这几个方面。那除了说就是呃通勤，那其他的场景用车的话，其实你会有哪几个目标或哪几个目的啊？用具其体的他的几个目的是什么？场景指的就是你想是什么呢？嗯
比如说，跟家人出去啊，或者说您自己有哪些场景会，需要嗯用到交通工具，不管是车也好，或打车也好，自己开车也好，或公共交通也好，一般会有嗯。哪些场景是您需要去用到交通工具？比较主要的一些目的是什么？嗯，除了上班是吧？除了上班呢，就是日常的一些生活嘛，比如说周末带小孩啊这些。那这种情况下，我就很少会选择打车啊，基本都是自己开车，因为小朋友带的东西会比较多，打车可能就会有点麻烦。然后另外可能就是一块儿出去玩儿出去玩儿如果是短途的，比如说近郊游这种情况下，一般也会开车啊。这个要是长途，比如说去外省去玩的话，有可能会也会遇到对于这个像开车这样的一些场景，比如说去上海，如果去迪士尼啊，有可能会选择去租个车，或者乌嗯镇呀这样的地方啊，嗯，可能会选择租个车啊，这样可能带着朋友啊什么，整体的体验会更好一点。明白。好的，那基本的这个就是主要的一些问题都问完了，然后后面最后的话也想了解一下说，因为刚刚您有提到说，其实你比较注重，就是比较焦虑的几个点，一个是停车位的一个问题，一个是充电桩的一些问题。那如果说您可以自己去设计一个工具，不管是解决停车位的问题，还是充电桩的一些焦虑。你觉嗯得会大概是什么样一个工具？然后它大概是怎么样运作的？你可以天马行空一点跟我们说。嗯，工具的话，其实现在最便捷的还是要植入在手机里面，因为手机是天天陪伴着你的嘛，所以从落地上来说，可能是一个 App 或者是小程序啊等等啊，就是植入在手机里面这样的一个工具。然后这个充电和停车，我觉得可能得分开来说啊，就嗯，是都可以，您可以都说，也可以选一个说。对，就是那个停车目前是没有，反正我能够接触到的信息是没有这类型的 App 的啊，就是有，我之前看到过有，但是就是首先它那里面的这个信息的这个就丰富程度不是很多啊，它可能只有合作的那么一两个停车场，然后能看到有没有这个停车的一些情况。然后还有的这种停车的这个 App，它其实就是一个，怎么说，信息查询的工具，它只能告诉你这附近有没有一些停车场，但它不能解决嗯，我本质的问题。我这个最核心的需求是说，当我到了这附近的时候，我想很便捷、快速的知道我怎么在最短的时间里面，或者是更优性价比的方式去把我的车停好啊，这可能是我这个比较想要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啊，但目前市面上嗯，其实是没有的啊，嗯这嗯嗯是一个，然后你说。嗯，那您理解它会是怎么样运作？比如说这个 app 就是，您输入一个您要去的目的地，然后它会给您一个最优性价比的一个选择，以及一个最快的选择吗？你大概希望它是怎么样运转，或它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界面也好，它实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嗯，我觉得其实最优的话，肯定还是说跟一些地图类的软件能做一些结合。因为很多地方我可能会是导航嗯，去的，我用高德、百度啊、腾讯这样的一些地图。那这个当我快到目的地的时候，它其实是可以做一些推送。就我日常使用这个很频发个场景，说到一个目的地，然后快到的时候，我还得再打开去找一找，看这附近有没有一些停车位啊什么的啊，看看哪里有可能能停车啊，所以我会有一个二次导航的动作。那如果这个跟这个工具能够跟这些地图类的软件去做一些结合，而能让我更无缝的在整个出行的体验里面去解决我的问题的话，我觉得这可能是最优的。那如果从独立的 App 来说，它有可能没有办法跟这些地图合作嘛，我自己嗯，独立去做一个 App，嗯，那肯定还是说我输入一个目的地，然后你可以有一些推荐的逻辑，对吧？比如说距离最近啊，然后成本最低啊，或者是等等啊，基于一些用户的需求，会有一些智能推荐的逻辑。但这个里面最最最核心、最关注的是这个信息得准。
就是它得是实时的，所以可能是需要我们跟这个对应的这个停车场或者是物业管理，是不是可以有一些数字化的一些打通或者是一些结合，能够保证这个信息的准确性和时效性，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OK，行。那啊。关于停车位的这个工具的话，您是大概都说完了是吧？还是有补充？呃，停车位主要是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困扰我觉得是所有开车人的这个这个问题吧。就嗯，是我整个开车这么多年，其实体验最好的一段时间是，这个好像说了也不太合适是没事。买新车的时候。嗯，对，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上牌，所以有一些不是特别那个正规的地方，因为没上牌，其实你去停车场，它的那个没有办法识别，就反而体验不太好。所以经常会在一些不影响这个其他人的情况下，找一些路边这个其实让我找到了真正的开车的乐趣，对吧？开车本身是要去提升我的效率和嗯，舒适体验的嘛。但这个可能也就那么几天，等你上牌儿了以后，那你就得到处去找各种停车场，那反而其实是这效率会有很大的一个折损啊。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一款 App 我觉得我肯定还是蛮乐于去使用的。了解。对，停车的主要是这些，嗯，然后充电的其实很多，市面上有很多，因为这个充电桩的一些 App 什么，这个会比较就是它在交互层面，用户交互层面，我觉得做的还 OK。但最大的问题就是信息的准确性，我不知道我去了那儿到底能不能充上电啊。所以它的这个信息准确和时效性确实是可能需要去完善的。就像前面举的例子，我也是在这样对应的一些 App 里面导航去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充电站它也有充电的地方，但是我不知道它今天能不能充，所以他们这个信息更新就不是很及时，那这样就会带给我很多的这个困扰和焦虑。了解。好的，你还有补充吗？嗯，暂时没有了。好的。嗯，刚刚也问了您很多问题，感觉您答的也都非常的充分哈，基本能解决我的一些需求。然后那您有什么想了解的吗？嗯，暂时还好吧，就是也感觉一块儿发现了一些这个，就是在用户体验方面有待改善的一些点，但是怎么能够把它实现下来，我觉得可能需要这个洪老师多思考思考啊。好的，感谢。那后续如果我们在这个作业上面有关于一些项目实践的一些东西的话，也希望您可以帮我们一起来去共享您的经验或者想法吧。感谢啊，哎，这个实践指的是什么呀？非常感谢啊。我说这个实践，实践指的是什么？后面的作业我还不知道是什么，但应该会有一些也是偏实践类的一些项目，比如说我们会去做一些原型啊，比如说一些设计的一些原型等等的，可能是这些啊哈，我具体不是特别了解，但会有偏啊，实践的一些项目。好的嗯，，OK，期待。好的，非常嗯。感谢，这是给您的一个小礼物，好的，谢谢。这下次拿个礼物，给您啊，谢哎，谢。好，太感谢了，哇塞，太感谢了。嗯，太配好，合了，感那谢感谢，辛好的，苦啊。好，那咱们今天的这个调研采访就先告一段落，然后后面有一些需求咱们再联系。好，嗯，嗯，好，拜拜。好，谢谢，再见。嗯。